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V。今天来开箱这盒 MR 魂的 H2 黑猎犬型。自从消息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追啊，总算是在上个月收到了。那今天的开箱呢，会包含内容物简介、外观总览、可动评测、MA 变形，以及最后我的一点小心得，还有推荐度。那就赶快来看一下我超爱的黑猎犬型表现如何。哈基梅马秀。首先来看一下盒绘，正面的字体采用银色汤印处理。盒子两侧的开口则分别印上黑猎犬的 DH 缩写，以及宇宙海盗比西迪安的 logo。光是看到这个 logo， 就让人有种满满的兴奋感。整体包装真的设计得很用心哦。打开包装后是上下两层的悉数，上层放置的是本体与各种武装，下层则是展示底座以及各种替换零件。准备完毕之后，先来看外观。全机采用金属质感的涂装，分色表现非常优秀。各处装甲透过高低落差，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层次。灰色部分也区分成枪铁色与深灰色两种色调，细微的高低差则使用枪铁色或是铜金色进行点缀。整体看起来非常过瘾，视觉效果真的很爽。转音标志的数量相对简洁，部分转音像是披风上的标志，透过描边方式进行点缀。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呈现出来的视觉情报量很够。文字部分全部采用手写字体，包括黑猎犬 Dark Hound、比西迪安的英文名称，以及少量的警告标示。除此之外，机体部分位置也可以看到比西迪安的 logo。头部面向看起来非常帅气，杀气感十足。眼罩使用透明零件制作，透光效果相当不错。内部的眼睛也可以清楚看见。不过下巴的部分就略为可惜，这个位置也算是 H2 的招牌之一。原本应该有一层比较明显的护甲结构。这边拿之前的 NG 版本来看，可以清楚看到护甲之间的分层，但在 MR 魂上，这个层次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右侧甚至看起来有点肉，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哦。既然 MG 都已经拿出来，当然就顺便比较一下两者的差异。装甲层次以及涂装分色自然不用多说，肯定是 MR 魂更加丰富完整。除此之外，部分的造型设计也有所不同，例如肩甲为了配合这一次的可动，列甲位置做得比较靠内，上胸甲接近领口的地方也增加了更多的棱角，胸口的散热口则从 NG 版本的单开口改成了双开口设计。披风也是这一次新增可动结构的重点之一。NG 版本使用的是单片式披风，而 MR 魂则将披风拆成上下两片，每一片都具有独立可动。待会介绍可动时再来看看。裙甲部分最明显的差异是在侧裙甲， MR 魂的外形更加尖锐，整体塑形也比 NG 版本丰富点。脚部的基本轮廓大致相同，最大的设计变更是在脚掌上方的覆盖，可以看到两个版本的造型完全不同。不过真要说的话， NG 版本的脚掌造型其实反而更接近原始的设定图哦。接着来看手型，分别是成对的握拳手、持剑手、持枪手，以及两种不同造型的开掌手，都是常见的手型配置，这边就快速看过。再来是手持武器，分别有德斯长枪、两把电击毛枪以及两把光束剑。首先来看德斯长枪，整把长枪的涂装真的非常好看，中段使用黑铁色处理，后段枪身以及外部护盖甚至用上了4种不同的配色，我个人真的超级喜欢哦。相较之下 NG 版本的长枪就显得单调不少。持握长枪时，需要先将下层护盖取下，接着把扳机向下搬动，再将类似枪托的结构向外拉出，最后于护盖尾端安装专用连接件。连接件有区分左手跟右手版本，所以想让哪一手持枪都没有问题。安装时，先将扳机插入手掌，再把连接件上端的卡榫插入手臂下方的凹槽，最后将护盖重新装回长枪本体，就完成持握。跟 NG 版本相比，整个安装流程确实稍微麻烦了点，多了一个连接件哦。不过完成后的稳定度非常好，加上本体使用金属关节，即使长枪本身有一定重量，也不太会出现手臂下垂的问题。万代在配件中还是有附上一组长枪辅助支架，不过我自己在把玩时完全没用到就是了。接着是两把电击毛枪，依照设定，电击毛枪平常会收纳在披风上，需要使用时只要将毛枪取下，再将扳机向下搬动即可。不过这一次电击毛枪上的分模线相当明显，算是一个小缺点。配件中也有附上重现发射状态的铁丝零件，只要先将前端钩爪拔下，再把铁丝分别安装在枪口以及钩爪尾端，就可以呈现钩子发射出去的状态。
很棒的一点是，这一次附的铁丝比组装模型使用的材质硬度高上不少，摆放时不太会出现自然下垂的问题。这种小地方有被照顾到，真的很让人高兴哦。最后是光束键，光束特效分为长短2种尺寸，各附2支，在紫光照射下会有一定程度的荧光效果。剑柄的2端都可以安装上光束特效，平时不用时，剑柄可以依照设定收纳在后裙甲内。不过收纳槽中设有卡榫，所以不能直接从上方垂直插入。加上后裙甲几乎没有可动，比较容易的收纳方式是先将侧裙甲掀开，再把剑柄装进去。但这个位置的操作空间还是非常小，很容易放不好哦。最后来看展示底座，底座本体采用全黑设计，字体用银色印刷呈现。除了大大的机体名称之外，旁边也印有比西迪安的 logo， 下方则直接写上宇宙海盗的称号，整体的质感相当不错。底座与机体的连接方式是透过额外的支撑零件固定在髋关节下方。接着看可动，首先是头部，头部前后摆动的幅度比较小，不过在抬头跟低头角度相当的不错。侧摆的话没有问题，左旋转的话也是正常的水准。但接下来就是我在摆盘上非常不高兴的地方哦。头部的连接处其实偏松，在调整姿势时，其实真的非常容易脱落，注意是非常容易哦。在头掉下来之后，要重新装回去时，通常我会一手抓住胸甲，另一只手将头部压回去球形关节。但由于胸甲本身就和变形机构联动，所以稍微施点力的话就容易触发变形。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困扰哦。每一次调整姿势时，只要头部脱落的话，就有可能将胸甲移位，所以之后还得花时间重新把整个结构调整回去。除此之外，胸口的骷髅标志其实也是一个烦躁的点哦。在 MS 形态下，其实同时也是固定胸甲结构的卡榫，但在进行变形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弹出去，只要没有注意好的话，就会直接飞出去，然后就有可能会被地板精灵吃掉。老实讲，这一点真的非常烦人哦。接着是躯干，延续刚刚的问题，不论是弯腰还是后仰，都很容易触发胸甲的变形结构，因此在摆出一些张力比较大的姿势时，必须一边压住胸甲，一边慢慢的调整躯干的角度。老实讲，整个把玩过程真的不算舒服，有时候稍微没注意到的话，胸甲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哦。可以说，原本应该固定结构的地方，反而变成把玩过程中最痛苦的部分之一。这也是我对这款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哦。撇除掉上述结构的问题，躯干本身的可动表现其实相当不错，弯腰跟后仰都有很大的角度，侧摆的幅度也很够。左右旋转的话，则是360无干涉。接着看手部，前后360旋转没有问题，外摆关节有配置，而且表现相当的好，可以整组拉出。手臂外摆的角度非常大哦。肩胛本身为了配合变形，也可以整组向外拉出。向下搬动的话是90度，向上的话则大概是70度。此外，上肩胛外侧还有一组外拉机构，将机构向外拉出之后，就可以让披风进行前后摆动。披风下缘的2片肩胛为独立可动，可以像钳子一样内外开合。上方的披风也可以向外拉开，让整片披风得到前后的摆动。手部平举最大是90度，手肘弯曲2段可动，角度达到非常优秀的170度。根部旋转没有问题。手掌的部分则是在手腕处有额外的关节，内外摆动的手感相当不错，旋转的话也是正常的水准。接着是裙甲，前裙甲在掀起时会跟躯干产生干涉，最大只能向上掀起90度。此外，由于前裙甲没有做限位哦，因此在把玩过程中很容易不小心向内翻折90度，这也是我在这次把玩中又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后裙甲几乎没有可动，最多大概只有10度左右的幅度哦。侧裙甲可以前后摆动，向上掀起时则有2段式关节，下缘的记忆则可以180度前后摆动。接着看脚部，受到前裙甲干涉，前踢最大只有90度，后踢的幅度更小，能挤到30度左右就算是极限了。侧踢由于内部骨架干涉，最大就是90度，根部旋转则大概是100度。髋关节的结构主要是为了变形，待会变形时再来看。屈膝关节主要在小腿处，单段可动，最大角度是150度，极限就是小腿装甲碰到大腿后方。但是要注意的是，膝盖装甲为了配合变形需要替换，所以这边的卡榫不是很紧哦，在把玩时碰到就会脱落，要特别注意一下。小腿后方底部的外盖可以掀起，重现剧中的超级推进器。脚掌上盖可以上下搬动，脚掌的旋转没有问题。前后摆动的话，则是依靠球形关节，有一定的幅度。左侧摆的话，则是依靠直轴关节，不过关节非常紧哦。
在调整角度时，很容易将整个脚掌直接从关节上拉下来，要注意一下。至于前脚掌，为了配合变形，可以向下搬动90度。接着来看变形，老实说，我不知道是我玩过的变形机体太少，还是这一次真的设计的太麻烦。黑猎犬的变形明明不算困难，但万代却在这一款完成品上，把整个变形流程弄得非常繁琐。首先要将后裙甲中央的盖板以及2个手掌分别取下，接着再拆下膝盖装甲，把膝盖装甲的卡榫向上搬动，接着将腿部进行常见的 Z 字弯折之后，把前脚掌向下摊平，接着把手臂的外摆关节以及肩部关节都向外拉出，把肩胛连同披风向下搬动，露出内部的火绳炮，再把手臂推回去，并且向后摆动，过程中手臂有可能会脱落，要注意一下。之后将胸甲向上拉动，最好用手稍微挡住一下中间的骷髅标志，避免突然飞出去走不回来。之后将骷髅标志收纳好，再将整组胸甲向后折叠90度，把侧裙甲往上掀起，并且将侧裙甲的机翼摆动至前方。再来继续处理脚部，首先看到双腿之间的髋关节，将固定卡榫打开，这样子就可以把双腿向外拉动。将双腿拉动至定位之后，把后裙甲向内摆动，接着把刚刚的固定卡榫扣回去，接着再把靠近髋关节的固定卡榫扣住，这样子就能固定整个腿部，确保变形之后不会随便晃动。接着拿出带有固定卡榫的后裙甲中央盖板，其中一侧固定在喷射背包上，下方则固定在后裙甲中，这样就可以避免胸甲再次有向前折回。不过我自己在安装这块盖板时一直不是很顺利哦，下方的卡榫经常从后裙甲脱落，希望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接下来在手臂处安装固定甲零件，再把披风向内扣进固定甲中，固定住整个翅膀的位置，然后在原本手掌上的位置装上固定零件，再将固定零件连同整只手臂卡进小腿上方的卡榫内，这样子就可以固定整个手臂的位置。接着在刚刚拆下膝盖装甲的位置安装上一个新的连接零件，之后再装上变形专用的膝盖装甲。最后是长枪，先将长枪下方的盖板取下，接着收纳扳机，在长枪的尾端安装一个新的连接零件，接着将盖板装回去，最后把整把长枪插进胸口，这样子就完成这个 MA 形态了。装在支架，则是依靠另一个支架零件。起落架的话也有重现，首先将长枪下方的盖板替换成带有起落架造型的盖板，接着将膝盖装甲连同连接零件整个移除，换上起落架造型的零件，再将刚刚的膝盖装甲装上，这样子就完成这个降落时的整备状态了。以步骤来说真的非常繁琐哦，原本简单的变形却用了大量额外的连接零件跟替换零件，其中有些位置即使不装固定零件，老实说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可以理解官方是为了确保变形之后各部位都能固定不会轻易松脱，但部分结构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像是膝盖装甲需要整个替换，我觉得以一个变形设计的成熟的厂商来说，不应该要弄成替换零件，以及长枪仍然需要透过额外的零件才能安装到机体胸口，大概就是变形一次拍完照片之后就不会想再玩第二次的程度了。最后还是来比较一下 MR 魂跟 MG 版本的 MA 形态差异。从正面来看，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肩膀火绳炮的造型， MG 版本有呈现出比较完整的机械结构，而 MR 魂则相对简单，就只有一个单纯的炮口。至于背面， MR 魂在涂装上就是细节满满，可以看到脚部各处的小型喷射口都有进行涂装。刚刚提过的超级推进器，在 MA 形态下也同样可以向上掀起，重现剧中高速飞行时的造型。那以上就是这盒 MR 魂 H2 黑猎犬型的开箱了。老实讲，单纯论外观来说真的很帅，涂装什么的肯定给满分哦。但是把玩上面真的很让我头痛，我只要稍微动下头，头就有可能会掉下来，然后再把头装回去的过程中，胸甲还有可能触发变形机制，这真的很烦哦。然后骷髅标志也有可能会喷出来，所以在把玩上面，抱歉，我必须给很低分。我是真的很喜欢黑猎犬型啊，但是这个把玩体验真的很让我觉得很不爽。毕竟它是可动完成品哦，可动完成品就是要发挥出来它在把玩上面的价值。如果说你单纯冲外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买。毕竟就老话一句，把玩之后你就是放在橱柜嘛，走过去看到都爽。但是如果说你是为了把玩体验的话，这一盒就比较没有那么推。那下一盒呢？来开箱这盒 HG 教主专用古腹烈焰型。咱教主最近动作很大，也不知道是万代早就算好时辰，还是一切都是巧合哦。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推出这一盒模型，超好卖。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那如果说这一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挑选模型的话，也希望你帮我点个赞。就这样，拜。